会不会认为有人喜欢自己，或者认为自己可能误解了一些迹象？有时候很难知道别人是否对自己感兴趣，别人可能已经习惯了调情，而自己却不知道，或者有人可能一直在向你暗送秋波，但你却没注意到他们想要做什么。那么，为了帮助大家更多了解这些迹象，这支影片就来说说喜欢你的人会说的8句话。我们出去逛逛吧。他们总是喊你一起打发时间吗？听到有人坦白你对那些人有吸引力，他们可能会不知所措，尤其是如果你根本不知道他们对你有兴趣的情况下，很多都是为了确保不会让你措手不及。喜欢你的人可能会慢慢开始花时间和你在一起来建立联系，无论是喝杯咖啡还是去公园散步，在一起时可以帮你们更多了解彼此，而且你们在一起的时间越多，你也越能知道他们的调情行为是一次性的还是每次都一样的。如果每次都一样，那就能肯定知道他们是否喜欢你了。2. 砰砰砰砰，谁在敲门？他们会一直逗你笑吗？幽默在浪漫中扮演着重要角色。一项研究发现，男人越搞笑，女人被他的笑话逗乐得越多，就越有可能对他产生浪漫的兴趣。此外，该研究还发现，能笑到一起的夫妻往往对彼此更感兴趣。所以，如果团队中有人或同事总出丑，开些非常糟糕的笑话逗你笑，他们可能暗戳戳的喜欢你，试图和你建立更强的关系。3. 你今天很漂亮啊。谁不喜欢赞美呢？喜欢你，但不知道怎么接近你的人，可能从赞美开始，这可以让你感觉良好，还可以开始一段对话。也许他们会说，你很有幽默感，或者你很有思想，或鼓舞人心。我让你自我感觉良好了吗？这会让你有积极的情绪，更有可能跟他们交流。但记住，仅仅赞美可能不足以知道某人是否喜欢你，毕竟他们也可能只是想要传播积极。所以除了赞美，也再找找其他迹象吧。4. 我朋友们聚会呢，你要一起来吗？他们邀请你参加每周的游戏之夜了吗？有时候想到要和暗恋对象单独约会，就会神经紧张，所以另一种选择是让他们加入小组活动，在一个有其他人的环境中，可以减轻你们双方的压力，让发展更容易。所以，如果他们邀请你和一群朋友一起出去玩，可能是他们想找借口和你待在一起。一旦你们更加了解对方，可能就会对1对1的约会感到更加自在。5. 我们去看你上周提到的电影吧。他们记得你所有的小细节吗？也许曾经提到过一家一直想去的餐厅，或者谈论过想看的电影。虽然你可能对自己说过的话不会想太多，但喜欢你的人可能会记得所有这些事，并计划和你一起做。同样，他们可能会注意到并记住你提到的事，比如你最喜欢的颜色，或你的咖啡口味。所有这些都表明，在你说话时，他们是多么走心，多么想让你感到被倾听、被理解和快乐。这让你想起谁了吗？6. 你说你今天过得很糟糕，他们会问怎么了？也许你提到过你不舒服，或者今天很糟糕。真正关心你、喜欢你的人可能会牵挂你，并时不时地问问你，以确保你没事。如果你们已经很亲密，为了让你感觉好一点，他们甚至会特意给你带来吃的、药，或者接你回家。所以，如果有人在你提到你不舒服的时候就开始担心，并且每次都跑去帮你，那这可能表明他们对你的看法不仅仅是朋友的迹象。7. 你喜欢这部新的电影？我也喜欢。你和他们有很多共同点吗？另一个表明有人喜欢你的迹象是，他们总是提起你们都享受或喜欢的事情，无论是你最喜欢的书、电影、音乐，还是美食，有相似的品味和爱好，可以建立起相互吸引。所以，如果你发现当他们谈论他们的想法、兴趣和热情时，自己总是说我也喜欢，我也一样，那么你对他们的喜爱可能会增加。毕竟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。8. 想和我出去玩吗？最后，但同样重要的是，很明显，如果他们约你出去，那肯定喜欢你。虽然大多数人可能会试图让感情含蓄地表达出来，但直抒胸臆实际上是最好的方式，因为有时候调情很难识别是调情还是只是表示友好。他们称赞你是因为他们喜欢你，还是因为他们只是很积极，
含蓄的调情识别起来可能会令人困惑，有时甚至注意不到，所以直截了当是最好的方法，它更清晰，更容易解读。有人喜欢你吗？如果觉得这支影片有帮助，欢迎在下面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，一定要点赞、订阅，并与那些可能从中受益的人分享。不要忘记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无论什么时候我们发布新影片，您都能收到通知。一如既往，参考文献在资讯栏。感谢收看，我们下支影片不见不散。